這節課給大家帶來一期人像皮膚精修的保姆級教程。首先，為了保護原图不被破坏，咱们選中对应的圖层 Ctrl+J 複製一個層。我們在複製的圖層上做基礎修飾，然後左側工具欄的位置找到污點修復畫筆工具，它的快捷鍵是 J。畫筆光標的大小是可以通過字母鍵 P 鍵右側的左右括號調節的，左括號是縮小，右括號是調大。我們首先要做的是把皮膚表面的這種斑點、痘坑、痘印都給它修掉。那你就使用污點修復畫筆工具，讓這個光標完全覆蓋在污點上，去點一下就能修掉它了。當然你也可以在污點上去塗抹，那麼其他的地方也是一個道理，咱們快速演示一下。皮膚表面的瑕疵修復完畢，接下來需要調整一下皮膚的影調，讓皮膚的光影過渡的更加平滑有層次。我們看一下現在这張圖最大的問題就是下巴這塊區域，這裡的結構不是特別舒服，這塊位置也特別髒，主要修的就是這一部分。那我們都知道一張圖它是分為影調和色調的，那我現在想要修復影調，就需要排除顏色信息的干擾，此時需要創建黑白觀察組。那咱們選中最頂層單擊圖層面板下第4個圖標，此時你選擇黑白，就能將這張圖迅速變為黑白。變為黑白之後，咱們可以看到它的這個光影反差也不是特別明顯，那面部特別亮。接下來需要壓暗整體，讓它的反差比較明顯。選中最頂層，再次单擊調整圖層，我們選擇的是曲線，在這個曲線面板中間的位置加個點向下壓，就可以整體壓暗了。那麼右上角代表了它的亮部，你也可以適當提亮亮部，讓它有一個對比。那我們按着 Shift 将這兩個層都選中 ，Ctrl+G。图層編組，接下來咱們需要過渡一下光影。我們看一下下巴這塊不是特別舒服，這裡的區域它凹進去了，那這塊區域的話它凸出來，感覺像有一個坑一樣。那我就需要把這個特別亮的凸出來的地方給它壓暗一些，再把特別暗的地方給它提出來，讓這個影調過渡的更加自然。此時咱們就需要有一個空白圖層去承載你的加深減淡。咱們選中基礎修飾對應的圖層，單擊圖層面板下倒數第2個小圖標，新建一個空白圖層。咱們在新建的空白圖層上進行光影修復，然後將圖層的混合模式改一下，由正常改為柔光。塗的時候，左側工具欄的位置找到畫筆工具。咱们在柔光的模式下，我涂抹白色就是提亮，那麼涂抹黑色就是壓暗。但是你畫筆的不透明度要適當降低一點點，我這裡降到了10%。那如果你用的是鼠標的話，需要降得更低。然後咱們適當的把畫筆調小一點點，注意我要刷這一部分，那畫筆的大小就不要超出去這個範圍，適當調小一點點。那麼前景色設置成黑色，黑色就是壓暗的意思。咱們使用黑色的畫筆在這個區域輕輕的掃幾下，咱們看這個區域就被壓下去了。那同樣的道理，如果我想要給這塊區域提亮，你的前景色就要設置成白色。你可以單擊右上角進行前景色與背景色的互換，當然你也可以摁一下鍵盤快捷鍵 X。同樣這個位置光標再縮小一點點，在這裡去塗幾筆。大家注意在塗抹的時候力度一定要小一點。那其他地方也是一個道理，咱們快速演示一下。那修到這裡的話，下巴就修乾淨了，但是我希望這個下巴更加飽滿，符合正常的光影關係。那我們都知道下巴這塊區域的話，它是突出的，在這個位置咱們需要適當提亮一些，讓它有個高光。咱們也可以看到這裡有點眼袋，也需要把它修一下。咱們使用白色的畫筆給這塊區域提亮。那我現在希望它的鼻子有立體感，所以需要把這個鼻側這塊稍微壓暗一點點。那麼前景色就是黑色，給這個鼻側壓暗。調到這裡，如果我希望面部更加細膩，咱們找到D+5這個插件，需要的小夥伴可以舉個手。這裡有個快速智能修圖，你點一下，那咱們可以看到有一個圈圈，這個圈圈表示的是修復的顆粒度，圈越小，那麼修的越細膩，圈越大的話，它的顆粒度越大。咱們一般來說就是把它調整到一個面部的大小就行了。此時回車鍵確定，大家看這個時候就會生成一個帶有圖層蒙版的圖層，那黑色的板子遮擋了剛才所有的調整效果。我希望這個磨皮效果顯示出來，就給蒙版塗白色就行了。塗抹的時候同樣用畫筆工具，那前景色設置成白色，咱們把畫筆的不透明度流量設置為100%，然後單擊下拉三角，選擇一個柔邊緣壓力的筆，咱們使用白色的筆在黑色的蒙版上把需要磨皮的這一部分給它塗白，就可以還原磨皮的效果了。大家注意在涂抹的時候盡量不要塗到輪廓線，那只塗抹皮膚就可以了。好，咱們現在來看一下調整之前與調整之後。以上就是如何用 PS 做皮膚精修，你學會了嗎？